不断摧毁自己大脑的五条悟和无法再展开领域的苏诺，即将进入下半场的最强之战，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或是惊吓？大家好，我是吴克光，咒术回战230话已经更新，一起来看最后的领域比拼。上一话中，魔须罗突然现身，一击捅穿五条悟的领域，救下了被无量空处命中的苏诺。这一幕也通过冥冥的乌鸦传回到直播间的屏幕中，那就是魔须罗吗？突然出现的最强式神，也让明明难得抬起了自己的刘海，仔细查看视野中的巨大怪物。原来这就是禅院家的底牌吗？有着能适应一切攻击能力的式神？不是吧？难道连无量空处也适应了吗？战场中的乌鸦依旧在空中盘旋，顺着他们的视线望去，五藏的问题也有了答案。成功刺穿五条悟领域的魔须罗，此时正半蹲于战场中央，在他身侧的正是已经恢复了行动，向着五条缓缓走来的苏诺。他被五条悟洞穿的胸口，也在前行的同时被反转术式修复着。身经百战的苏诺，在与万的那场战斗中，通过让自己代替魔须罗来适应的方法，破解了万的构筑术式。但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，在刚刚的5次领域交锋中，两人用来互相抵消的必中却有些许差别。五条悟选择的是领域内的所有，苏诺的却是领域内除了自己之外的所有。也就是说，对于苏诺本身的必中并没有被抵消，他代替魔须罗承受了整整5次无量空处。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此时领域崩碎的五条悟也同样在思考这个问题，难道他只用了刚才的 0.01 秒就适应了无量空处吗？不，绝对不可能。别说法阵的回转，就连魔须罗的显现都是在那之后的事情。难道是苏诺自己替他适应了吗？五条悟很快在脑中否定了这个答案，同时他也猜到了那个最黑暗的真相，代替他适应的是体内伏黑会的灵魂。苏诺也在此时让魔须罗回到阴影之中，再次开启了嘲讽模式。怎么，你好像一脸有话要说的样子啊？没什么，只是看你这么拼命想要赢下这场战斗的样子，我还挺开心的。呵呵，更拼命的人是你吧？在护标垃圾化的部分结束之后，苏诺也仿佛胜利者一般，一边揉捏着自己的肩颈，一边解释起了刚刚的一切。只有在领域内才会发动效果的无量空处，一直让他觉得十分棘手，所以他必须努力破解掉五条悟这张难缠的手牌。领域内没有使用展延的空隙，他都在通过10种引法术让伏黑会来代替他适应无量空处。正因为如此，他才一直无法使用附加在领域之外的其他术式。从现在的效果来看，这样的回报十分可观。面对苏诺带着胜者姿态的科普，五条悟的回应同样强硬。所谓的代替适应，也只不过是过程而非结果吧，并不是你或者会适应了无量空处。如果我再开一次领域的话，你还是得放出魔须罗来应对。下一次我会直接一击定胜负。看着已经开始结印的五条悟，苏诺却依然保持双手抱胸的姿势，同时发出一阵冷笑。哼，你已经用不了领域了。苏诺言语的同时，五条悟感受到大脑一阵刺痛，下一秒2大股鲜血竟直接从鼻下喷涌而出。看着荧幕中血流不止的五条，日下部再次惊得顾不上口中的牙签，一旁的一顾则默默地在心里想着，不会是自己一直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吧？苏诺看着展开领域失败的五条，再次带着一脸嘲讽，开始充当战场解说员。原来五条悟用来修复术式熔断的方法，几乎是在挑战人体极限。术士大脑刻着生得术式的部分，在右脑的前额叶皮层，而五条悟修复熔断的方法，居然是先用咒力摧毁这部分大脑，再发动反转术式进行修复。听着战场中苏诺的解说，直播间内的所有人都是一脸震惊。那种事哪怕只发生一次，也有超高的风险啊！大脑特别是和术式相关的部分，就像是黑壳一样，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治好的。也就是说，每用一次都有可能死掉吗？竟然已经这么乱来4次了，如果算上刚刚那次，就5次了。我还以为五条的大脑已经习惯不断被修复了，没想到还是出现了后遗症。苏诺是因为用的次数更少，所以现在才那么从容吗？直播间内紧张讨论的同时，战场中的苏诺也再次向自己的对手发出死亡判书。这跟治疗肉体可不一样，已经到极限了吧？就算你成功展开了领域，也会在同时当场毙命。因为现在的你已经无法让领域达到能和我抗衡的精度。接下来我会关上领域的结界，让你无处可逃。你的无限就乖乖的在无尽的斩击中被我完全适应吧。再见了，最强，出生在没有我的时代的凡人。此时的五条悟已经无力支撑自己的身体，只能半跪于战场中央，带着不断流淌的鲜血，等待诅咒之王最后的收割。
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本该浮现于宿傩身后的神龛，竟在被召唤出的一瞬间直接炸裂。无往不利的伏魔玉厨子，甚至还来不及放出一道斩击，就已全部化为空中的残骨断木。此时位于领域中心的宿傩，则比五条悟的状况更加惨烈。除了鼻下不断流淌的鲜血以外，四只眼球也全部充血外溢，就连衣领都被滴落的血液染上点点猩红。此时宿傩的惨状，正是因为他上一次神龛破碎后承受的无量痛楚。虽然命中的时间连10秒都不到，但依然给他的大脑造成了不小的损伤。现在的他和五条悟一样，已经无法再次展开领域了。看着刚刚还在嘲讽自己的对手，此时露出了窘态，五条悟也带着满脸鲜血放声大笑，哼，这不是效果很好吗？随后，他一指空中盘旋的乌鸦，眼神中的战意似乎也被重新点燃。学生们可都在看着我呢，我得继续耍火帅才行。五条悟放话的同时，身体也开始了行动，一把拉过面前的诅咒之王，将自己硕大的拳头直接迎向他的面门。被这一拳击得面部扭曲的宿傩，看着那双特别的眼眸，居然再一次回忆起了万临终前所说的话语：绝对的强者，由此而生的孤独，教会你爱为何物的人将会是。以上就是本话的全部内容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宿傩领域崩溃之后，他头上属于魔术的法阵却没有消失，下一话应该还会给我们不少惊喜。下周不休刊，下期视频的主题依然是本话出现的伏笔与细节。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别忘了关注订阅我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我是吴克光，我们下期再见。